立法院长韩国瑜他这到美国去，有3个国民党委员、3个民进党委员、1个民众党委员一共7个委员跟着他一起去啊。那他先去凤凰城那了解我们的企业主要台积电的上下游到美国投资跟产业布局的情形啊。那另外呢，这个他说也要向美方反映台商投资到底遇到哪些障碍，因为在国外总是这个会有一些当地的法令啊等等啊，到底有没有什么障碍啊？那他第一站到了凤凰城，他讲话呢常常都很有趣的啊。他说台积电是内滴奶油，当时我也不懂这奶油什么意思啊。我看到大概这个意思，他说有个暴君呢，把一些人都关在那个高塔上，都逃不掉啊。就有一个聪明的人呢，就呢早餐还有奶油嘛，剩下1滴，然后就放在滴在一个蚂蚁的这个头上啊。所以呢，蚂蚁就为了吃这个奶油，想要吃这个奶油，所以呢，就这个他在蚂蚁身上绑一个线，那线一个细丝，后面绑一个比较大的绳子，所以蚂蚁吃的奶油就要往下爬，往下爬呢，这个绳子就拉起来，它就顺着绳子逃掉了。他讲这意思，就这个奶油虽然是1滴奶油，但是呢，他说就是台积电的跟他的生医中心所以呢，这个奶油选择在凤凰城落地。所以以后将来会有更多的产业像被吸引的蚂蚁一样，都到凤凰城寻求发展的机会那另外，他也曾经怀疑过 ，Why not Hawaii？ 为什么不在夏威夷呢？为什么要到 Arizona 去呢？但是想到 Arizona， 就想到那个沙漠想到那个我很年轻的时候去过，我在美国公司服务，他们曾经安排我到 Arizona， 因为那边很多矿，带我去看那些矿场然后呢，哇，那个沙漠上那个大仙人掌好大我就好兴奋我就跟老美说，我才见老美我说我要下去跟仙人掌照个相，他说你去照我帮你照然后照完以后，我发现你车上怎么那么多枪啊？长枪、短枪，我说你干嘛那么多枪？他说打那个响尾蛇他说仙人掌旁边最多响尾蛇万一响尾蛇咬你，我就打。我怎么早告诉我？我下去照什么相呢？对不对？照相哪有被响尾蛇咬多可怕？他就是为什么到了 Arizona 去，不到夏威夷他说现在终于了解了，去了以后才知道土地很广阔，土地很大嘛然后呢，这个水跟电有这个都充分。而且呢，这个有这个好的大学Arizona 有2个大学都不错的，一个叫 Arizona State， 一个 University of Arizona， 都还算不错的学校那当然不是顶尖了，但是还可以那另外呢，郑丽文跟韩国瑜都接连访美，之前还有卢秀燕嘛陈以信就说美国认为国民党有执政的机会，所以才一直邀请国民党去，未必是这样因为国民党跟民众党现在立法院占多数你所有的法案美国很清楚尤其美国尊重国会议员那个真的是你很难想象的比如说以前我当市议员，我的议长是张建邦，后来呢我当立委，张建邦是交通部长。有一次当时丁大卫 AIT 的那个处长请吃饭，我住首位我坐首席，张建邦在旁边，我很不好意思为什么？你是国会议员，比部长对美国人来讲，国会议员比部长重要，就这么简单。我到美国去游说，拜访白宫幕僚长 Baker，Senator Baker， 以前的德州选的这个参议员他们还叫他 Senator， 他已经白宫幕僚长了，对不对？这么重要的人，他说因为他是民选的 Senator， 所以呢官员没有民意代表重要，所以我们还是叫他 Senator Baker。所以你知道老美对于这种民选出来的人是很尊重的所以呢，这个因为你现在尤其在立法院这次军购案，他们这个必须要游说民众党跟国民党加起来就超过1半了所以呢，为什么国会议员重要？是不是有执政就不知道，也许有了，反正是谁也不知道。但是呢，至少在现在，国会就掌握在野党手里对美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呢，川普是会变成习近平的破口。美国智库说，北京正在布局不战取台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上者也换句话说呢，这个能够不打仗，因为川普已经讲了，台海有战事，美国不会派兵所以那么小个地方比歼力大，我干嘛去派兵让美国子弟去送死？而且很多美国人根本不知道台湾在哪里如果不是最近台积电，所以很多世界也不知道台湾在哪里意思是这样，所以我不会派兵。那他说习近平也答应我了，只要我川普在任上不会打台湾了。但是他也讲习近平可是骗人的，所以知道习近平想的是什么所以呢，这个他们就说是智库就说按照美国现在看起来，尤其川普对台湾好像并不想这个保卫了那另外呢，《纽约时报》记者有个新书
这个新书呢特别讲叫做政权转移进入川普帝国总统任期。他说呢，担心马斯克最先担心，说全世界70%的晶片，90%的高阶晶片都在台湾生产。台湾离大陆那么近，对不对？就70-80这个英里海里，在这种情况，大陆如果打的话怎么办呢？所以说服川普说，将来川普说我任期结束的时候，一半的重要晶片都要在美国生产。哦，所以呢，叫台积电去，这点我平常讲，我对北京是非常不满的。我再讲一次不满。当美国这样讲，说老共如果打台湾，台积电危险，老共都不会讲一句话，说我不会打台湾啊，没事我打台湾干嘛？一句都不讲。哦，拼命讲，我绝不放弃武统，我一定要怎样？没事呢，军舰没事飞机过来，你逼着美国找个理由把台积电送到美国去，对你北京有什么好处呢？你自己说对你北京有什么好处？哦，所以我真的不懂，你就讲话嘛，说我没有要打台湾嘛，我也没有要把台积电炸平嘛，一句话讲一讲都不表，你表态像川普讲的，也不见得是真的，但至少表态一下，从头到尾不讲话，让美国逼迫把台积电这次也跟韩国讲，说我们去完全是为了美国啊，因为美国叫我们来，我们才来啊，而且川普讲啊，将来还叫你们来，不然我加200%的关税，就这样搞啊，我们看一下。立法院长韩国瑜率领跨党派立委展开为期1周的访美行程，首站就来到凤凰城，密集参访当地的台湾企业布局，包括台湾 AI 生医联合展示中心。重头戏则是来到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州厂，并且他在致辞中的时候也提出，凤凰城之所以吸引台湾企业进驻，关键在于政府与产学界的紧密合作。他更用神话故事来比喻，形容台积电就像那滴奶油，吸引蚂蚁一路往上爬，透过层层的串联，最终形成一条通往出口的绳索，象征产业链的逐步集结与扩张。而接下来，他还会与侨界代表来参叙交流。来，玉珍委员，这个我们这一次大家这个韩院长要这个，因为这一次是受邀，对，抽签的国民党是抽签25个人抽嘛，抽3位，我抽到25号，运气好好。如果我那时候想说，要不然就头，要不然就尾了。对，我说应该如果从后边算起也不错，也不错了，对啊，很多时候是这样。好，那大家很踊跃了哈。那我想是因为第一个是美国邀请嘛，那这个规格不会低哦。那会可以看到很多，像比如说到台积电去看台积电的这个发展。韩院长说，后续台积电后续有其他的，我想相关台积电相关这个产业链也是会过去，有好有坏啊。就是说，现在台积电已经开始派很多这个我们的这个台湾子弟到美国去了，以后可能会有很多台积宝宝在美国出生，这是真的。还有其他相关的，韩国瑜跟我讲，600个宝宝啦。哦，对，台积电生了600个宝宝，其实没多久啊，在台湾不生都跑那边生。然后当然有的产业也跟有很多产业也跟过去了哈，相关的包括供应链啊，当然还有食衣住行啊、房子啊各方啊，所以很多人跑去凤凰城盖房子、买房子啊，这个过去也涨了，也涨了，对，那当然这个也是我们那个势力的扩大，不算是坏事，但是对台积电接近这个就是市场也不算什么坏事。但是是说，要担心的是，我们在台澎金马地区啊，我们在中华民国境内，那它的这个，因为台积电也是很重要的就业的来源，也是很好的就业来源哦。那台积电的收入挺不错的，那刚进去就挺不错的，所以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就业机会？我们这个当然要整体的这个思考。那这一次，我们看最近一阵子以来，国民党里头，曾丽文主席、卢秀燕市长，韩国瑜院长，江启臣前一阵当然也去了哈，他也去。其实侯友宜也在美国。对最近也在美国。侯友宜在美国。最近在看是市政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参访嘛。去看了那个球场。OK， 好，那我想侯友宜比较低调了，所以他就没有对外面这样。对。大家可能会比较政治上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说这个是不是2028所谓什么前哨战啊，或者是去做怎么样的相当的这个让美国认识啊，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想不管28怎么样，现在是2026先选赢比较重要。年底选赢对国民党比较重要，对哪一党都很重要了。对，年底选赢才是重点，这样接着才有下一步嘛。那当然下一步也是很近，只是说我们这些领袖人物可以多去了解。当然去美国，那什么时候台湾也可以有那种心态，不管到哪个国家，不管你去美国，不管你去中国大陆，不管你去哪一个地方，都不会被认为说你就是完全是偏哪一边，这个才是
对政治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啦。所以我们当然也是希望民进党啊，你也可以到美国去看看，也可以到中国大陆去看看，可以到世界各国去看看，而不要人家去美国哈就说哦这个曾丽文去了美国的时候贬低他说这个你受到科员的 desk 那个科员的这个待遇哈。然后到大陆去，你就是去卖台哦，这个心态不健康啊。这个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了解他们的想法。当然，就像当然在世界的国际的这个局势下，很现实的局势下，我这个中华民国的确是非常的小力量也是不大，但是我们至少有非常好的这个民主根基跟我们这个科技业的发展。现在股票已经是全球第5大了，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还是希望政党良性竞争啊。不，台湾其实也不简单了，这么一点点人哈，你光你的高科技、你的半导体、你的台积电，是全世界有名了，这很不容易。你20年前想得到吗？30年前想到，真的想不到的哦。所以我们台湾也不要自己看清自己，台湾其实是真的不错哦。就是我常常讲说，就是说中国大陆有它值得我们肯定的地方，但台湾也有我们自己值得肯定的地方，也不要这个妄自菲薄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台东的凤梨世家最近很红，所以呢，国民党这个行动中常会要到台东，要用行动力来挺饶庆铃啊。那另外呢，陈莹因为前2天去笑这个梁文杰，说呢你少去酒店1次，省了钱就可以买很多的凤梨世家，酒店消费比较贵嘛结果呢就被青鸟出征，说你嫌票太多，对不对？你讲梁文杰干什么？骂国民党就好，你骂我们这个自己的梁文杰干嘛？就被骂所以呢，评论也是说青鸟已经失控了。当时大罢免也是就都看青鸟在那边嚣张，连民进党有些人其实都很紧张。其实都很担心，但是没办法，管不住青鸟所以呢，民进党恐怕会原来是狗摇尾巴，后来变成尾巴咬狗，就麻烦了真的。那另外呢，庄瑞雄替这个梁文杰替这个陈莹讲的，哎呀，无伤大雅，到酒店又怎样呢？怎么这明明本来就是讨论要不要参加什么海峡论坛的，就弄了个半天变成凤梨世家，然后凤梨世家又搞了个半天，变成这个台湾人吃不吃？是不是都外销？然后呢，又来变成有没有上酒店？怎么一下转，歪楼到这个地步？所以呢，这样歪楼了，无伤大雅了没关系了那另外呢，梁文杰也致歉啦，说他要买这个1000根凤梨世家冰棒而且要订购100箱的这个凤梨世家，在今年12月到明年4月之间呢产季。饶庆铃很大气，说也不计前嫌，只要推广的人我都感谢，所以呢，也希望这个他喜欢凤梨世家，而且还会送上邀请函到台东参加博览会那饶庆铃说要邀请梁文杰游台东，陈莹就提醒说，那蒋万安人家梁文杰都买了，你蒋万安什么时候要买凤梨世家呢？蒋万安说，我早就买了好，那么梁文杰花15.5万，王宏给他算出来，王宏就问说，这个钱是自己出的吗？还是因为陆委会副主任有特别费啊，有这些各种公务开销啊等等，是不是用公家钱出的呢？他说像苏贞昌书长买书，丁一鸣像这个牛肉面等等都被抓到是用纳税人的钱，所以呢，这个应该自己出钱而不是用纳税人的钱那梁文杰好像有说是我自己的钱不过呢，这个蒋万安说，我早就帮台东卖过2万斤的凤梨世家了。不是到了选举才帮候选人宣传那另外呢，陆委会点名5个农业团体到大陆，说有签约跟大陆大概卖农产品了。这个陆委会是要违反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农业部长说呢，问了他们呢，他们还没有回复，叫他们解释你们去干嘛？约签些什么？干嘛？等等那联合报是说呢，梁文杰的酒店问题不是说一句玩笑就带过了，监察院副主委监察院是干嘛的？都视而不见了所以呢，联合报的社论说，有这样的陆委会，还需要警总吗？就陆委会现在做的事情，把警总该做的事、以前做的事情都拿来做了我们看一下。
宣传2026台东博览会，县长立委不分蓝绿，一团和气。我在这里非常谢谢梁文杰副主委协助我们推广凤梨世家这个部分，非常的感谢，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喜欢。会邀请梁文杰来参加台东博览会吗？哦，好啊，当然，我立刻送上。欢迎梁副主委来到台东参加台东博览会。梁文杰日前因凤梨世家的誓言风波，在他道歉后，饶庆玲说不计较，毕竟此刻绿内部鸡飞狗跳。原本想替世家农跟梁文杰换夹的陈莹，这回是意外公亲变失主，因为前一天的这段话让自家人炸锅了。但是我们少去一次酒店就可以买很多的世家了。绿营支持者在社群上群起围剿，纷纷要求陈莹道歉，痛批陈莹是在羞辱梁文杰，质疑哪壶不开提哪壶，党内互打根本嫌票太多。毕竟梁文杰的妻子林楚英跟陈莹还是同党立委。陈莹强调以2度致电林楚英，彼此没事啦。但林楚英原定上午要出席的记者会是没现身。至于当事人梁文杰一早是在催上自嘲，放心，我800年没去过了。那应该是省下不少钱，林文楚英就会很开心呐啊！所以这个议题啊，其实我倒觉得是他们昨天这因为太嗨了。党团干事长帮款砸，但不知林楚英听到后是否真如庄瑞雄说的很开心。安婷。目前这出戏啊，越演越奇怪。本来的重点是海峡论坛的饶庆玲，然后烧到凤梨世家，再烧到梁文杰说养对岸的鼻息，最后讨论到梁文杰酒店。那如果我们回头看，梁文杰可以去澳门开心，那饶庆玲不能去海峡论坛为农民请命，这是什么标准呢？而本来他跟陈莹画面当中应该要上映的是台东凤梨世家推广会，结果1秒变成了酒店节回忆录。这根本是高级的政治喜剧啊！前面讲了很多什么农产品的结构问题，最后都被酒店给带走了。那政治人物呢，最害怕人家帮你做单位换算。以前我们讲说这个一个便当多少钱，一杯珍奶多少钱，对吧？这个什么军购可以换算多少钱？现在进入了新的时代，一趟酒店等于几箱的凤梨世家。以后农产品行销可以这样做：少喝1次酒，台东农民有出路少跑1次局，凤梨世家进你肚。抗中保台不要只会喊，酒店预算转农产，还有押韵，太厉害了。那梁文杰说他800年没去过，那被人家挖出来，你不是几年前陆陆续续才去吗？而且800年是什么概念呢？大概是南宋，岳飞都还在北伐。岳飞还在北伐，梁文杰就不去酒店了那这个人真的很自律啊！他不是借酒店，他从《射雕英雄传》时代开始就在借了。那当然了，我们最后认真来讲，民进党的逻辑就很厉害，同样都是外销卖到日本叫拓展市场，卖到欧洲呢叫国际接轨国际什么台湾之光，结果卖到大陆呢，养人鼻息统战水果，简直莫名其妙。那台积电卖到美国，算不算是养美国的鼻息呢？对于农民来说，只要能够帮他打开市场、打开通路跟销路，都是好事，他才管卖到哪边。但今天民进党有没有积极的帮助台湾的农民打开所有的通路？目前没有，只会告诉大家不能卖到大陆去，或者呢就是用各种的谣言，或者在讲什么养套杀啦，对吧？统战啊。那请问一下，这么多年以来，两岸之间的贸易往来，那到底哪一个农渔民，不论他参加海峡论坛，或者是卖水果到对岸，加入共产党了吗？没有啊，反而看到共产党都在总统府啊。伟杰，我觉得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央的执政党跟国民党执政的县市的这个高下立判。你看这个台东的这个县长饶庆玲，为了要推广他们的凤梨世家，然后呢想办法找出路当然呢这个录了一段影片给这个海峡论坛就被这个目前呢这个业务非常这个稀少的这个陆委会来说呢这个有违反相关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当然我常常在讲说，陆委会是因为现在大陆的这个民众来台湾变少了，他的业务也变少了，跟对岸的这个交流也都断了，已读不回了，所以呢，只好回过头来一天到晚用国安法了这样的或者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样的东西来考核台湾的所有的民众。说真的，
这些农民都非常的辛苦，就像刚刚汉庭所提到，就是说他们都希望可以帮大家找出路。好，所以不管是说真的，我们民众看在眼里，就说不管你卖到哪个地方去，只要可以帮农民可以辛苦的这些他的血汗可以转换成他的这个收益，都是我们乐于看到。尤其作为一个地方父母官，他想要帮农民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因为说真的，不是我觉得不是这些县市长想做这些事情啊。目前是因为你的中央没办法做这些事情，地方的县市首长帮你做，你还要扣人家帽子。说真的，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厚道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常在讲，民党常在说，我们应该一致对外。当这个时候，你有一致对外了吗？你对于帮农民找出路的县长，你用这样的这个方式来说，你要去了解有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说真的。以后谁敢帮农民找出路？所以，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就说如果你的执政党没办法做这些事情，说真的，你应该好好的告诉我们的民众，就抱歉，因为我真的也做不到，而不是反过了头来呢，就是每天都针对这些想要为农民找出路的地方政府官，然后呢找他的麻烦。然后你想说真的，你说陈莹莫名其妙去扯到蒋万安做什么？蒋万安这已经讲了，这些东西不是要到选举才要做，是每个时间时时刻刻都在做。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的这些地方政府官一直以来都在帮地方的各项事务来做任何的铺排，但是中央呢却一直在扯后腿。我觉得这是民进党政府呢，你必须要好好思考，毕竟你已经执政10年了。没有民众。不过大家现在了解现在整个在台东，因为占整个台湾的凤梨世家产量几乎是99%大概去年就是来到9000吨。9000吨多少外销呢？3600吨，就换言之，将近2/3是台湾人这边吃掉了。所以梁文杰讲的这个台湾人不太爱吃，这个是不对的。而且在之前其实生产的更多，将近一度曾经超过2400顷的这个就是生产的量面积。所以有2/3台湾人吃掉，那3600吨出口到大陆去，占全部吗？没有，其实大概我想可能3000吨左右了确实的数字不是很清楚，它也有销往新加坡、香港、日本的，但比例上是比较少。可是中国大陆对凤梨世家有29%的关税啊，这个是大概从2022年开始的，所以后来凤梨世家才比较减产，也是因为有这个29%的关税，这蛮高的关税。我们有一些农产品到大陆，因为在这个 ECFA 的早收清单里面是零关税的，但后来生产的一些新的这个项目是面临到有关税的问题。那因此。这就问倒过来，我们在台湾有各式各样的苹果，美国苹果、日本苹果、韩国苹果，结果没有大陆的苹果。大陆烟台苹果，我也去当地吃过那也蛮不错的。水果很好的，对，北方的特别冷的地方。所以其实这种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去年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是我们顺差1700亿美元，赚很大。我们对美国整个半导体赚了这么大的，也不过顺差1500亿美元。然后呢，这里面有3成到4成不是半导体跟科技，也就是说，农产品、传统产业，我们的主要出口是中国大陆。即使在这个高关税的情况之下，人民求生路，传统产业能够有个最大的市场，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呢，我们去年去中国大陆的这个人次来到500万人次，民进党政府自己公布3200万是观光客，那去日本呢是600万人次，所以你说两岸现在交流不密切吗？往来不密切吗？我们根本就是化零为整，到那边才变团的。对，因为在台湾这边不可以化整，这样保险就很吃亏了。对，就保险，不只是保险业吃亏保险的个人你都会受到影响。万一你真的在那边碰到事情，你将来的这个索赔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政府应该是要帮人民解决问题。现在两岸的交往越来越密切，然后呢，经贸依然那么的这个关系。这个我们赚那么多钱，民进党政府没有在帮忙解决问题，现在在不断的在找麻烦，然后呢警告，然后呢要法办，这是一个像政府的样子吗？所以当那个陈以信讲说，美国让这么多台湾的国民党人到那边去，国民党的高层去，是因为国民党在28年有执政的机会。如果你从两岸的情势，你从不管是经济的、民生的到战争的。你不觉得谁是在真正面对台湾人民所需要的这个未来吗？休息一下再回来。